Hello，大家好，Big Joe here。我曾经怎么样呀？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找过产品经理的工作，后来我读 MBA 的期间呢，也找过产品经理的实习和这个全职的工作。那总而言之呢，这过程中呢，我其实是遭遇过非常多的失败，拿到过非常多的拒信。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在面试中犯过的三个错误，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可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那大家知道，产品经理的面试呢，其实也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我刚开始呢，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小白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去面试，我就收到拒信，或者我找一些比我更加怎么样有经验的人，跟他们怎么样请教，让他们给我做模拟面试，然后呢，他们就给我很多的反馈。那么接下来几个呢，是我在早期常犯的一些错误，以及我是一步一步怎么走来的。那当时犯的第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小白的一个人的话，当时最傻的错误什么呢？就是你去产品经理的面试，别人说请你给我设计一个产品，或者说请你回答我一个什么问题，我怎么样呢？我就一拍脑袋说，就这样吧，我就给你画出来这个东西啊，这个长这样，然后这个东西的功能是这样，然后怎么样。一般这种情况下，别人给我的反馈是5分钟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呀？要挂。我就说为什么呀？我讲的难道不是很有道理吗？别人就跟我说你讲的有道理或者没道理没有关系，但是在你的整个这面试中，你没有体现出你的逻辑性，你在拍脑袋。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希望这个产品做成一个这个样子，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没有给出为什么。就是你在设计的过程中，你要有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逻辑，才能得到你想要给出的这样一个答案，而不能一开始给出个答案。我当时一开始就给出这个答案，然后别人给我的反馈就是5分钟就会觉得我会挂，就是当时更加资深的人给我的一些经验。所以呢，在你们的任何一步，不管是你是对产品的设计，还是对一个某个数据的分析，怎么样呀？你一定要给出一些我们叫做 supporting 的东西，就是支持它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给出一个完全没有支持的这样的一个 claim， 一个说法，那绝对是不可以拍脑袋，其实呢，在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如果你是产品经理的话，你一般来说呢也会有怎么样呀？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分析来得到你结果的时候，偶尔呢，由于时间紧迫，你可能也不得不拍脑袋，这我说句实话啊。但是呢，在面试中你不可以这样做。我当时这样做，然后别人就跟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我去面试我就挂了。所以呢，这个是我当时犯的第一个作为一个小白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不分析问题，直接给出答案，没有任何的怎么样呀支持性的材料，直接告诉他我的结论是什么。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初级的错误。然后呢，我就学到了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开发了一套我们叫做框架 framework。这个你有框架的时候，你会知道，当我有框架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呀？一步一步有一个推导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可以说，我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呢，我下面有支撑。但是这个时候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生搬硬套这个框架。那我去面试的时候，或者是呢怎么样呀？别人给我做模拟面试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这里第一步是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第一步先去怎么样研究用户啊，看我们的用户的这个对象是谁，再看他们的怎么样呀需求是什么，他们在什么场景下使用这个需求，再然后怎么样呀，他们有哪些怎么样呀排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然后我们在其中什么是更重要，什么不重要，后面还有一个套路这个套路，然后呢。那别人就跟我这么说呢，你这个当然了，比你以前是稍微好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如果让别人看出来你是生搬硬套这个框架的话呢，其实呢也没有什么用。虽然说呢比第一种呢是稍微好一点，但是呢这个依然没有看出来你这个人的逻辑性，因为你只不过是怎么样呀，把别人的学到的一个东西拿出来搬到这个面前而已，这不能体现你的这个人的能力，不能体现你这个人的一个价值，不能体现你的逻辑性。所以呢，生搬硬套框架是不行的，你要有框架，但是呢，你要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每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设计也好，数据分析也好，针对它，你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针对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而不是说不管是什么问题全都往这个框架里面去套。那我当时呢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也同样收获了很多的拒信。顺便说一下，那 MBA 毕业的时候，那拒信收到手都麻了。我觉得我一共收到过可能100多封拒信吧。想想看，那个读 MBA 的时候，一边又要工作，然后天天收拒信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啊。所以怎么样呀？当然最后我还是结果是不错，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当时我收到拒信的这个过程，这个怎么样呀？是刻骨铭心。好，回到刚才讲的，那因为收到很多拒信呢，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不断再去反思自己，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呢？这个呢，我就提到今天要讲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当被别人追问问题的时候，我当时给出的答案是一个流程，而不是一个怎么样呀？不是一个内容。就比如说，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呢，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别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一个功能呢？好，然后你就跟他说，因为怎么样，在实际的过程中到这一步啊，我会去做一个用户研究 （user research），然后呢，通过这个用户研究呢，来决定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答案呢，从我当时面试收到的反馈来看呢，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只说我要做这件事情，这只是个流程，我要去做一个用户研究，这是个流程，但这个呢不体现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所以呢，在当时面试的过程中，我挂了以后呢，我后来就再也没有选择这样的回答方法。我再也不会去说啊，我到这个地方，下一步我要做用户研究，而是我针对这个具体问题，我说，如果是我是这个产品经理，我从这里面我能够找到的怎么样呀？找到的它的洞见 insight 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直接怎么样呀？一步一步推导下去，而不是说这个地方我要做这样一个流程。你不需要告诉别人流程，因为你知道整个产品开发这个流程是在这个面试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别人需要看到的是你的逻辑性，需要看到的是你的洞见，需要看到的是你的洞察。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当时我在准备产品经理的面试的时候犯的一个第三个错误。但当然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步一步，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呢，每一次都比前面怎么样呀好一点，你犯的还是比前面一个怎么样更加高级一点的错误。那这个呢，也是在面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整个面试的不断的重复中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去思考。就比如说一开始你犯的，比如说我当时犯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错误，对吧？什么经验都没有，直接拍脑袋给答案。好，后来我知道了不能够怎么样呀，拍脑袋给答案。好，那我要怎么样自己开发出一套我们叫一个框架。再后来发现光有框架是不行的，那只能它必须要针对具体问题有具体分析。然后具体分析的时候呢，我就说，那我要把这个流程要跟他讲出来。后来发现流程也是不对的，怎么样要有一个具体的洞察和具体的逻辑在这样一个问题里面。所以呢，在整个我当时特别是在 MBA 的阶段吧，不断去学习面试的过程，学习产品经理面试过程，不断去反思自己，然后一步一步提炼出怎么样呀自己去面试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那也希望呢你也能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当你一开始犯了像我这样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初级的错误之后，你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比如说你一开始也像我一样犯了这个直接给答案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可以说，那我是不是要考虑做一个框架出来？这个时候你要继续挑战自己，说我如果根据一个框架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够了？我是不是还要做更多？是要的。就我当时经验，我刚才讲了，就是你只是跟着这个框架来回答问题是不够的，这只能表示你有一个基本的对于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不代表你有一个很强的逻辑思考能力，也不代表你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力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在整个这个面试的过程中，不断的反思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然后呢，也像我一样，我曾经犯过的这样几个错误。第一个怎么直接给答案，第二个套用框架，第三个呢说流程而不是说具体的内容等等。我把大家这个错误呢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在面试中曾经也会犯过什么样的一个错误，你觉得可以向大家分享的，请在怎么样留言区告诉我们，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怎么样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成长，能够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成员。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那今天讲的就是我自己当时准备面试的时候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那我们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在怎么样呀 ？YouTube、在哔哩哔哩、在喜马拉雅都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频道，欢迎订阅。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